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真的揪出了美国一大堆的财务黑洞，这些黑洞真的会把整个美国财务拖垮吗？今天带您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这是马斯克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效率部小狗狗部。好，到底呢最近做了什么事？他一来大刀阔斧哦，用一个世界首富，我有办法运转玩转这么多大企业，让我今天可以变世界首富，我来管一个国家的财政，我难道管不好吗？所以呢，你看他就用一个企业家的眼光好好检视美国的财政，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们常常在看这个美国的财政，在看它的一个国债，然后再看这个政府的一个支出，跟它的收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常这样举例说，如果美国政府是一家公司的话，倒闭800遍了。好了，那于是乎，你看川普总统呢跟我这个心有灵犀，于是呢就找到了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你要说这世界上有谁比马斯克更成功，你真的很难讲，因为我们就看他资产嘛，他都有本事变世界首富了，经营公司谁比他厉害，对吧？于是他来搞定一下美国政府的财政，非常合理。好，那我们就来看他领导的这个小狗，这个政府效率部呢，好，那马斯克这样讲了，好，他说，来，那我这个政府效率部，我要开始好好的搞定一下咯。然后他就告诉大家说，在上一个财年呢，美国政府呢，它的一个这个预算赤字啊，叫做1.8兆美元。好，这个通常啊，我们看到一个政府编列预算呢，你总是要收入大过支出，这才是合理吧？对不对？公司来讲，对不对？我总不可能我家里的钱就这样，我花这么多钱就不合理嘛。好，那于是呢，这个马斯克告诉大家，政府呢现在是1.8兆美元的预算赤字。那于是呢，他跟川普讨论之后呢，他们心里头有一个目标，就是呢，他们希望能够省下在他的这个政府效率部的一个这个运营之下。希望呢，可以把这1.8兆美元的预算赤字呢，它要节省1兆美元下来，让这个预算赤字呢8000万美元就好。你觉得他梦想非常的远大，但他要怎么做呢？于是呢，马斯克告诉大家，川普总统讲了，他说呢，我们要开始盘点一下这一整家政府，他觉得他的政府虚胖，所以呢，虚胖我要减肥。好，那怎么个减肥呢？他就开始用企业眼光。我的企业太胖，我怎么办？裁员嘛。你看 Tesla 一天到晚裁员不是嘛？所以他来好裁员。好，那怎么个裁法呢？他说我就盘点一下我的政府啊，看看呢有哪一些是可以裁掉的员工。不止如此，他说我还要盘点一下有哪一些是可以完全永久再也不用出现的职位。他把职位整个取消。你说我们的裁员通常是我就人裁掉了，那等到下一回我需要人的时候，我再找一批进来哦。那但是这回他说没有，我要一劳永逸。就像现在减肥的王道啊，叫做你不是把那个脂肪变小，我要把脂肪球整个消灭，然后你就会瘦下来。你再也没有脂肪球，你就没办法变胖。所以他现在的意思就是我要把整个职位取消。这个职位都取消了，你就再也没办法再从这个职位找人，所以呢，我就会真正瘦身成功。好，然后呢，他还定了一个规则，就叫做我要裁掉4个人，然后呢，你才可以补1个人进来，而且呢，你要补的那个人补的那个职位，你要通过我政府效率部的核准，我说能补你才能补人，否则的话呢，不好意思，欲缺不补，而且呢，这个缺呢很可能被取消。好，所以呢，你就看到了现在呢，他真的开始做哦。好，那他做了哪些呢？他当然有首先开刀的一个部门，最近被开刀的一些这个联邦机构啊，有一个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有人说呢，这个单位。它就是在过去，美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今天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成为今天大家说要以它马首是瞻的一个这个国家领导者就是这个联邦机构它做的这些事情。好，哪一个联邦机构叫做 USAID？
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好，那这个国际开发署呢，这个马斯克就讲啦，这就不用了呀，直接应该让它扫进历史的灰尘里，扫到垃圾桶里。好，然后于是呢，立刻国际开发署呢，将近上万名的员工，他马上就被无限的，你就不用上班了，你就停职吧。然后呢，一些这个派驻在国外的，你给我回美国，你不要浪费我的出差费。好，那到底呢，这样的一个单位是在做什么的？这个国际开发署呢，它是在做一个这个全世界的一个这个人道援助，全世界的公共卫生的一个促进。因为你知道，觉得美国就觉得全世界他的嘛，对吧？所以呢，他就觉得说，你就算在非洲的一个小地方发生了一种什么样的传染疾病，你还是非常有可能影响到我美国的人。所以呢，我就解决你的那个小疾病。有没有？你知道美国人管很宽嘛，手很长，长臂管辖。他就是住在那个这个大西洋嘛，对不对？哈，太平洋嘛，通通归他管。好，于是呢，这个单位国际开发署呢，它要管全世界公共卫生，然后哪里地方你这个人道有问题，我的人道救援去。然后呢，后来还管到什么？管到你们这个地方经济实在是开发的太慢了，我要给你经济援助啊。援助了很多国家，比如说像台湾，像是韩国、南韩，当年都曾经接受过美国的援助啊，就是呢这个台湾经济起飞啊，南韩啊经济起飞啊，变亚洲四小龙。其实呢，当中都有这个美国援助的影子在里头，就是这所谓的国际开发署。然后他还去这个扶植了很多的独立媒体啊，因为他管很宽嘛，他觉得你们这个不民主，怎么可以没有这个言论自由？怎么可以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他还说我就赞助这些独立媒体，那赞助了很多的 NGO 等等的哦，反正这也是一个管很宽的一个单位啦。好，那你就说他干嘛管那么宽？有道理的嘛。我刚提到了这个单位呢，它就是之所以美国成为美国今天很重要的一个，也不能讲黑手，推手好了，推手好听一点啊。为什么呢？当初成立这个单位啊，那当时的时空背景是，他说啊，我美国呢要告诉大家，我美国好棒，我美国要告诉大家，我才是你家老大。然后呢，我要洗脑你。我要告诉你说，民主就是美国的民主才叫民主，你们别人的民主低劣不入流，美国的民主才是最棒的民主。所以他要洗脑全世界说美国才是最棒的。所以呢，他透过什么呢？他从小地方开始做起。如果说你的经济的腾飞，你的经济的起飞就是我援助你的，我在整个过程当中，我告诉你美国这一套是好的，然后你吸收了我的这一套之后，你慢慢成长长大了，大人之后你就说哦，你看美国真的很好，当初呢我有今天就是美国在帮我，他就是我的大哥，他就是我亲爹，类似这样子。然后他援助了很多的独立媒体，那媒体是什么？新闻自由是什么？他就告诉你说美国那套最棒。像我们台湾呢，其实有很多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你看到我们吸收的所谓的西方的民主思想啊，你看我们看到的很多国际新闻啊，不都是美国那一套嘛？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国际开发署，他说我帮助你开发，我帮助你公共卫生，我帮助你独立媒体，我帮助你自由民主。但其实呢，他是在告诉你美国那一套是最棒的。所以呢，他其实他也赞助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独立媒体，甚至呢，美国他自己就有所谓的大外宣的平台美国之音 VOA。好，那现在呢，这 VOA 美国之音呢，也是马斯克说干嘛还来这套？当年 VOA 呢，美国之音就是在甘乃迪那个时候，他就讲了，他说，这个要告诉大家美国在做什么啊？我这个要告诉大家说，我美国的政策是为什么啊？是为了全人类好。你看他多管多宽哈。然后呢，他就说了，这个 VOA 呢还要管的就是我要推广民主自由到地球的每一个小角落里面。所以呢，这个美国之音就不断的这个每年花好多美国的纳税人的钱在做大外宣。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自由欧洲电台，叫做 Radio Free Europe。然后呢，这也很奇妙啊，这 RFE 啊，自由欧洲电台。然后马斯克就说，欧洲是不自由吗？它自由吧？啊，你现在还要这个电台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些东西都已经非常 outdated 啊，那为什么今天时至今日还需要这样的一个单位？而且他说这些所谓的美国之音啊
自由欧洲电台啊，其实早就不需要了，然后所以就不需要啊。那这些呢，当初就是这些媒体，他在向世界广播美国的伟大，他在向世界说美国的故事，然后呢，大家就被他洗脑，所以有今天嘛。但是呢，他现在通通被裁掉了。于是乎，有这么一说啊，当你从这样一个不断在宣传美国好棒棒的一个这个媒体呢，现在全部消失了之后啊，就有一说不行啊，那你万一不说美国的故事了，那人家听了中国的故事怎么办？万一中国的大外宣补上那个缺口呢？那美国的地位就会滑落，美国的话语权就没有了。好，所以呢，你看现在无论如何啦，马斯克呢是已经要裁掉这美国之音跟这所谓的自由欧洲电台了。那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整个话语权的版图的一个挪动呢？我们可以观察嘛。但无论如何呢，裁掉这两个美国之音跟自由欧洲电台，每年可以帮美国政府省下10亿美元。10亿美元，好，那就收进口袋了。好，那所以呢，无论如何啦，这也是过去历史的产物。过去的历史，你如今看起来，它达到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任务了吧？现在如今真的美国变成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话语权最大，几乎很多地方被他洗脑，也都是因为当初花了这些钱嘛。那现在呢，马斯克觉得不需要花这些钱啦，反正我就已经最棒了，对不对？你无法撼动我。那如果他不再继续做大外宣，那会不会有别人的大外宣补过来？别人的大外宣压倒你，我们就再说。好，那但是呢，马斯克他也的确帮美国政府抓到了一些财务的黑洞，很荒唐，觉得美国人真妙。好，我们来看到什么财务黑洞啊？他突然就查账嘛，对吧？我除了要瘦身，然后觉得不需要的单位裁撤，不需要花钱不要花，然后他也要看看他的支出状况嘛。就他一翻开这个查账之后，赫然发现说，我的社会福利金发出去的发得好怪哦，因为呢，他们的社会福利金怎么个发法？你要有他们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嘛，你要有社会安全的一个号码嘛，就很像像我们人在台湾，我们会有一个身份证字号嘛，对吧？那他们呢，美国就是会每个人有一个社会安全的一个号码嘛。他说，他发了这个财政部发的每年发出去的福利金哦，大约发了这个1000亿美元左右。然后呢，发的那个名单啊，你光看数字1000亿美元，你说哦对。OK 啦，反正美国人很多，但再细一看不对啊，他就说，这个不对，他就说奇怪了，怎么这么多人他根本没有这个社会安全号码，他也在领啊？那你这些钱到底发给谁啊？那他没有社会安全号码的话，那就不是美国人吧？那不是美国人，你领什么我们美国的社会保障的这些社会福利金啊？很怪嘛。而且呢，他说就算是有社会安全号码的人，就是说，这个人150岁，150岁还在领，哟，长寿，我们应该颁奖状给他，活那么老，对不对？然后再仔细看说，不对，现在在美国在世最高龄的叫115岁啊，那个150岁的是在哪里啊？早就死到不知道哪边去，都投胎800遍了。你还在给我领我的社会福利金是怎样啊？而且不是个案12个，我们还举例那个最极端，说150岁12个。140岁的也有好几个130岁也好几个然后马斯克想说我发生什么事？我眼睛花了吗？再看一次，老花眼镜戴起来，再看，真的疯了吧？所以他们就乱发钱。那马斯克就说，这根本就明显，这当中必定有诈嘛，对不对？那你钱到底发给谁了？谁偷领走了？总不会是鬼来领吧？鬼来领也是领纸钞，领冥纸吧？你这是什么回事啊？所以呢，这个就被抓出来是财务大黑洞。那不止这个哦，还有一个那不叫财务大黑洞呢，那根本就是一个阴谋啊！好，我们来看到美国呢，他们在这个预算当中最多钱呢，拿走最多钱的就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每年在预算编列之前，他就会出一份报告。我们常在这个影片当中告诉大家，那个报告呢，就是告诉大家中国多厉害，我们差多少。我们快要被追上了，中国的这个军力不得了，中国这个船舰下饺子一般。我们如果你再不多给我一点预算的话，惨了，我们打仗要输中国了啦。他每年呢预算编列前就出一份这个报告，五角大厦的报告呢就告诉你要多给我一点预算，否则的话，我们明天就被解放军打倒了。好，那于是呢就多给他一点预算，多给一点。好，那我们来看到每年国防部呢大约可以拿到8000亿美元的预算。好，那这些钱花到哪里去？这就妙了，你知道政府每一个单位
他们都会有审计制度，就是呢，我拿了预算，我怎么花，我总要对得上吧，对吧？那你每个单位都要被审计啊，你要查账呀。国防部呢，在2018年以前，它不需要被查账。妙不妙？嘿嘿，这世界真奇妙。好，然后2018年之前不用查账，那2018年之后总要查账了吧 ？OK， 要查。但是啊，2018年之后，每年被查账，每年对不上，通通对不上。然后呢，这个一看就觉得不得了，这太荒谬了，对不上的一个数字真高。而且他们现在马斯克去一查，发现有1.9兆美元的资产。国防部的资产下落不明，不翼而飞，钱到底变成了什么？我们常讲，我们钱要变成我喜欢的模样，我买个表啊，买个漂亮衣服，买个包。但是呢，他们的钱变成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模样，到谁口袋去了？应该大家比较想要揪出来。好，这1.9兆美元。下落不明，而且呢，还被赫然发现说，他们居然这个有100万件，他们不是做那个什么地表最强隐形战机 F-35吗？结果呢，负责制造的那个公司啊，居然有100万件的零件不见了，不见了。他说：“哦，掉了。”掉到哪里去？你100万件，你有本事你到底掉哪里去？掉黑洞里是不是？影子都没有，渣都不剩，这太荒谬了吧！所以呢，这个国防部也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财务大黑洞。现在马斯克说这也得要查。好了，但是呢，大家就很多人讲，那你自己的企业其实也跟国防部做很多生意，对吧？这个马斯克呢，他有他的 SpaceX， 然后他有他的 Tesla， 他的事业做很大，然后呢，他也很多跟政府打官司。那你现在自己变成了你这个政府效率部，你会不会自肥啊？马斯克说不，我不干自肥这回事，我就世界最有钱了，我干嘛？但是最妙的是，就是最有钱的人最爱赚钱。好，那于是乎呢，现在他不是在裁员吗？瘦身吗？各种啊。但是呢，这个马斯克告诉大家，我被告的部分，我跟政府打官司的部分，我可是完全没有这个感觉徇私啊，因为他所有的这个诉讼都没有被裁撤，政府指控他什么也全部都没有被撤销。听起来你公正无私，你现代包公。但是问题是其实有很多在办他案子的人，在政府效率部这一波大裁员当中被裁掉了，失业了。消失了，所以呢，这些案子能不能继续进行，我们不晓得。但是呢，他的 Tesla 最近倒是蛮倒霉，因为呢，这比亚迪卖太好，于是呢 ，Tesla 的这个股价就直落。那马斯克到底他这个政府效率部能不能为他自己的一个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加分？我觉得这个效应很复杂，我们要持续的来好好观察它。但是呢，我们要回过头来讲，为什么要解决这个美国政府的债务问题其实呢，跟我们比较直接相关的，因为我们又不是美国人，你那个政府黑洞，你那个150岁的那个早在天上的人还在领你福利金。关我什么屁事啊？但是呢，关我们什么事？就是在投资方面了。因为呢，他们的政府在重整他的财政，其实呢，跟美国的国家债券、国债比较有关系。因为呢，他不解决他债券他的这个财政的黑洞的问题，他就必须因为政府缺钱，他就必须要发非常多的国家的债券。那多发债券，当然就影响到这个债券价格的波动影响到利率那就会牵扯到我们的投资了嘛。那于是呢，我们来看这个川普呢，他当初不是讲的大话吗？我就解决这个国家财政的问题，解决这个预算赤字的问题但是呢，他要打预防针，我万一解决不了呢，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自圆其说，我先打预防针。他说，其实美国可能也没有欠那么多钱，美国的债务也可能不像外界讲那么多，什么36.2兆美元。他说可能算错了吧？然后这个川普就讲啦，很可能有一些不应该算在这个债务里面得算进来了呀。那人家就问他说，比如说哪一部分？川普就说你管那么多，你问我那么多，反正就是这样，有些不应该算进来就不应该算进来啦。所以呢，他现在已经打预防针，告诉你很可能这个数字好像有点被膨胀。
反正他说马斯克会搞定，我们到时候算清楚再告诉大家。好，但是呢，无论如何啦，美国可能接下来在3月份又要遇到一次啊，就是政府很可能要关门的问题哦，又是那个这个美债要到期了，大约在3月中会有3兆美元的美债哦又要到期了。那到期了之后怎么办呢？那就简单嘛，美国都来这套借新还旧不就好了嘛？所以呢，还要再借新。怎么个借新法？我要再发新的美债，再发新的美债还掉旧的。好，那这个又要发新的美债，真的有人要买吗？那么多的美债，现在呢看到了这个川普又要打关税战，所以到底啊，接下来的一个金融市场商品会怎么变化呢？我们来看到有这个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就讲了，他觉得这个美元啊，然后黄金啊、比特币啊，可能都会崩跌。那可能会这个崩跌的话呢，那你要怎么办呢？他说崩跌的正好，赶快多买一点。然后呢，有人担心说，那如果关税导致这个通膨又起的话，会不会变成很严重啊？要不要又升息啊？但是呢，联准会主席鲍尔告诉大家，不担心，不担心，先别担心，一切都在控制当中，他有在好好观察。所以呢，现在应该就是暂停降息的状况。你说要恢复到升息，应该没有可能。好，那当然了，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个马斯克率领的政府效率部最近呢，很努力的做了一点事，也挖出了一些在美国政府过去可以说陈年积弊啊。好，那到底呢他会再继续怎么做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就今天帮大家整理最新的美国状况了，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